大家好，今天是模拟输入输出的课程。本来我设定的内容特别多，但是我在制作的时候发现，光是讲 PWM 的内容就已经很难让人理解了，所以很多内容都省略掉。希望今后的视频中能够加进去。今天还是以 PWM 的内容为主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我们这次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摇杆，同时控制 LED 的亮度和直流电机的转速。我向左推摇杆，这颗 LED 就逐渐变暗；向右推摇杆，这颗 LED 就逐渐变亮。我向上推摇杆，电机就平滑的加速正转；向下拉，它就反向加速。这种平滑细腻的控制，就是今天讲的模拟输入输出。模拟信号则像我们家里可以调节亮度的调光旋钮，它不仅有全开和全关，更有无数个中间状态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通过 ESP32C3 开发版读取游戏摇杆模块的模拟信号。首先，我们来连接电路 ，GND 引脚连接到 ESP32C3 的 GND。5伏引脚连接到开发版的 3.3V 引脚，这里要注意一下，这款 Arduino 用的模块标识5伏，但是我们 S32 则是3.3伏，需要接到3.3伏上。电平不同问题，请参考这个视频的解释。信号线 VRX 我们把它接到 ESP32C3 的 ADC 引脚0。顺便说一下，除了数字输入输出外的功能，不是每个引脚都存在的。所以，当模块的引脚不清楚的时候，像这样把示意图打印出来放在下面进行确认是种不错的方法。下面开始看代码。在 Setup 函数里，我们首先启动串考通信。这里要注意一下 Analog Set Attenuation， 这是 ESP32 独特的设置，使用它才能测量到 3.3 最大电压。Pin Mode 0 Input 启动模拟输入。注意这里不能使用上拉或下拉。在 Loop 函数里也只有2部分核心代码。Analog Rate 0，我们用 Analog Rate 来读取引脚上的模拟电压，然后就是把我们刚刚读到的数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。为了防止更新过快，每次休息500毫秒。好了，代码上传完毕，我们打开串口监视器，看，大家注意显示范围，随着我的波动在0到4095之间变动。等等，这里可能就有同学要问了，我们输入的明明是0到3.3伏的连续电压，它是怎么变成0到4095这样的数字呢？这就是 ADC 硬件在工作。ADC 魔术转换器，它就是我们芯片里的翻译官，它的工作就像我们用一把尺子去测量电压的高度。对于 ESP32 这把尺子，它的总长度是3.3伏，而全部的刻度因为是12位的 ADC， 就拥有2的12次方，也就是4096个刻度。那么最小0代表0伏电压，最大4095就代表3.3伏电压。其他单片机还有8位 ADC、16位 ADC、24位 ADC 等，对应的刻度如图。当我们的摇杆在中间位置时 ，ADC 这把尺子一量电压，发现它大概1.8伏，也就是第2032个刻度上，于是它就报告数字2032。可能有细心的同学发现了，在不动手柄的情况下，数字也在变化。还记得我们在讲数字输入时，浮空引脚会接收周围环境的电磁噪声的事情吗？模拟输入其实更加敏感，任何来自电源的微小波动，还是空气中的电磁波，都可能导致读数的抖动，或者叫做噪声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在软件层面变得更聪明一点，来处理这些噪音，这就是滤波。其中有种最简单的滤波，叫做移动平均滤波，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了解。这里因为篇幅的缘故就不展开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能把模拟信号翻译成数字了，那反过来行不行呢？我们能通过数模转换器，也就是 DAC 输出一个精确的电压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是这片 ESP32C3 为了追求极致的性价比和特定的功能定位，并没有配备 DAC。那么，一个真正的 DAC 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它和 ESP32C3 又有什么根本区别呢？为了搞清楚这一点，我用 STM32 单片机对比演示一下。看黄色的 STM32 波形，这才是真正的模拟电压。
一条连续的直线。而绿色的 ESP32 波形则是0伏和3.3伏切换的方波，这叫做 PWM 脉冲宽度调制。在详细说明 PWM 之前，讲下 PWM 和 DAC 在应用上有什么不同。简单说， PWM 用于控制功率，而 DAC 用于生成信号。PWM 的本质是一个高效率的开关，非常适合用来传递能量、控制功率。我们驱动电机模块，控制舵机角度，驱动蜂鸣器唱歌，它们的核心都是 PWM， 而 DAC 则擅长精准地复现一个电压信号。它最经典的应用在哪里呢？在你的声卡里，将数字音乐转换成模拟声波。除此之外，它还被用在各种高精度的科学仪器、函数信号发生器等需要高保真模拟信号的场合。让我们回到抽象的 PWM 到底是什么？它又是如何工作的呢？我们先来看一段最基础的数字输出代码，让引脚我上的 LED 以半秒的间隔闪烁，打开500毫秒，关闭500毫秒。很明显，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闪烁。好，我们加快速度，把延迟改成50毫秒。现在它闪得非常快，但我们依然能分辨出它在闪。如果我们把延迟缩短到只有1毫秒呢 ？LED 不再闪烁了，对吗？因为开关的速度快到我们的眼睛和大脑已经反应不过来了，所以它们自动把接收到的光平均了一下，让我们感觉它是连续的，但是变暗了。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调整亮面时间的比例，让它变得更暗。比如亮1毫秒，面10毫秒看，它现在变得更暗了。我们没有改变电压，仅通过调整开关时间的比例，就成功地欺骗了我们的眼睛，实现了调光。好了，我们根据刚才的实验，解释 PWM 几个核心概念：周期，一个完整的开关循环所需要的时间；频率，1秒钟内能完成多少个周期；占空比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只在一个周期内开的时间所占的百分比，50%的占空比就意味着亮面时间各一半；平均电压，不同的占空比会带来不同的等效平均电压，从而决定了 LED 的最终亮度；分辨率，它决定了我们能把占空比切分得多精细。ESP32 的12位分辨率能给我们4096个等级的亮度控制。理论说完了，我们实际代码演示一下。我们来看代码，在 setup 函数里，我们用 letCtet 来配置参数，设定好对应的引脚 PWM 通道的频率和12位分辨率。在 loop 函数里，我们读取遥感0到4095的值，然后直接用 letCreate 来写入数值。当我向右推 ，LED 变亮，同时示波器上的高电平部分明显变宽了，这就是占空比在增加。当我向左推 ，LED 变暗，高电平的部分又变窄了，这就是占空比在减小。通过今天的讲解，你已经掌握了如何使用 PWM 来控制 LED。因为篇幅的缘故，这期到此结束。下一期我们再讲 PWM 控制电机模块。